输个彻底的萧长坤虽然一蹶不振，但好在身边还有马兰这根定海神针。马兰的作用就是能把萧长坤牢牢定死在某个特定的状态里。萧长坤太嘚瑟，会被他打回原形。现在萧长坤太颓废，也被他逼着强颜欢笑，被迫营业。而马兰这次的态度也很明确，别说你萧长坤丢了工作，就算你成植物人，迪拜的购物中心你也得陪老娘逛。你就算死了，老娘把你的骨灰装进盒里，你还得陪着老娘逛。于是在马兰这根定海神针的作用下，萧长坤整天陪着马兰到处溜达、购物、拍照，心情和精神状态到底也算是缓解了一些。金陵这边，眼看贺远江与韩美琴的婚期临近，叶晨也开始为这场婚礼做准备。贺远江是母亲生前的校友，是自己的长辈。至于韩美琴，虽说与自己相识不久，但她本身也是一位大方得体的高知。儿子保罗又对自己言听计从，尊敬有加，所以叶晨也希望能够担任好证婚人的角色，不负二人所托。除了要做好证婚人之外，他作为两位新人的晚辈，在贺礼上也得拿得出手。所以叶晨斟酌之后，决定为两人各送上一颗增强版的散血救心丹。两人都已年过50，想来这丹药对他们来说定然是意义重大。眼看距离婚礼还有2天，叶晨的外公、大舅、二舅以及李亚林一起结束了在燕京的投资之旅，乘坐安家的专机返回了金陵。外公上飞机前就给叶晨打来电话，想请叶晨到家里吃晚饭，一起同步一下最近的投资标的。叶晨自然答应下来，想跟老婆说自己晚上要见客户，可想到马兰和萧长坤都没在家，又不想老婆一个人，便又给帝豪集团的王东雪打去电话，拜托他找个由头，约老婆萧初然一起吃顿晚饭。萧初然一直把王东雪视为自己的贵人，也是自己创业之初给自己最大帮助的伯乐，所以王东雪一说要请他吃饭，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答应下来，然后又赶紧抱歉地跟叶晨说了这件事，说是委屈叶晨一个人解决晚饭。叶晨满口应允，让他跟王东雪好好叙叙旧，也算是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临近出发去香榭丽半山别墅的时间，贺远江给叶晨打来电话，对叶晨说道：叶晨，我和你韩阿姨在白金汉宫订了一个包厢，明天晚上想请你过来坐坐。你韩阿姨之前跟你说过了吧？说了的贺叔叔。叶晨微笑着说道：明晚几点？我准时过去。贺远江忙道：7点你看怎么样？没问题。叶晨道：7点钟我准时过去。叶晨说完，想到之前贺远江跟自己聊天的过程中，透露出了对新能源行业前景的认可，于是便问他：贺叔叔，不知道您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贺远江道：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安排。怎么了？叶晨道：我外公和2个舅舅回金陵了，晚上您要是没事的话，我想叫上您一起去我外公家里吃顿便饭。他们这次签订了不少投资合约，选了不少投资标的，我想请您给分析分析。贺远江忙道：你外公和你舅舅们共同执掌一个超过1万亿美元的大集团，我不过就是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教授，他们是经济学真正的实操者，我不过就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哪敢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叶晨笑道：贺叔叔，您不要妄自菲薄，很多生意人在熟悉的领域做久了，做得成功了，就容易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成。基于这种心态盲目拓展的新业务和新赛道，大都以血本无归草草收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地产企业搞矿泉水，视频网站造汽车，电商网站搞社交，社交网站搞电商，操盘这些项目的都是市值100亿甚至1000亿的大集团，但好像最终的结果都不怎么样。说着，叶晨又道：您上次聊新能源，聊完到超车，确实令人眼前一亮，我觉得您一定能在战略和底层逻辑上给他们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贺远江见叶晨这么瞧得起自己，委实不好再做推脱，于是他思忖片刻，便开口道：那行，
我就去抖抖机令线献丑，能起到点帮助最好，起不到就当是一个反面案例。叶晨笑道：那您给我个定位，我过去接您吧。贺远江道：我在学校，你快到了告诉我，我去门口等你。对贺远江，叶晨一直是有私心的，最早就想挖他到伊苏航运担任负责人，结果他不愿意，把他闺女介绍了过来。为了把他闺女从叙利亚捞回来，叶晨还冒险单枪匹马地杀进了哈米德的基地。好在贺知秋的能力也确实不错，伊苏航运在他和苏之瑜的协力运作下，发展十分迅速。不过叶晨依旧觉得贺远江这样的人才留在学校教书实在可惜。虽说教书育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大学里那些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确实没必要让一个如此高配的教授来教学。如果能把他挖出来，让他帮安家操持国内的业务，不但对安家来说可遇不可求，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有些老板能力有限，搭不起真正的大台子，如果麾下有能横刀立马的虎将，怕是也会屈了才，得不到真正的施展机会。贺远江必然有他自己的抱负，只是这抱负可能非常大，大到他根本找不到舞台和机会。但安家不一样，安家的财力在全世界也能位列前茅，更何况叶晨自己现在也已经积攒了数千亿的身家，再加上叶家的产业，也快能比肩安家。若是两方联手，必然能操盘更大的项目。对贺远江来说，或许就是一个新的契机。于是叶晨给大舅回电，告诉他晚上会带一位客人到家中吃饭，然后便驱车去财经大学，接上了即将新婚的贺远江。两人碰了面，叶晨问出心中疑惑：贺叔叔，您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怎么还上着班儿呢？没休婚假吗？贺远江说道：教学任务重，也不好请假太久，更何况结完婚还要去度蜜月，这中间学校要是有事，我肯定就回不来了。所以在没走之前，还是尽量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叶晨点了点头，问他：后天就婚礼了，您和韩阿姨准备的都差不多了吧？都差不多了。贺远江道：我们本来也是一切从简，到时候就没有接亲的环节了，我们直接在白金汉宫举办仪式。说着，贺远江又道：对了，叶晨，有件事儿，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叶晨客气道：贺叔叔您说。贺远江道：你的真实身份，我和知秋都很清楚，但你韩阿姨和她的儿子保罗并不知晓。保罗比较聪明，他虽然猜不出你的实际背景，但在他心里，你一直都是有大智慧、大神通的人，对你也尊敬有加，每每提及都十分崇拜。说着，贺远江微微一顿，又道：现在我和你韩阿姨要组建新的家庭，作为她的丈夫，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在各个方面都与她坦诚相待，但关于你的身份，我必须要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向你韩阿姨以及保罗说明你的身份，那我就找个机会向他们说明，但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合适，我和知秋也会100%尊重你的意愿，并且对你的身份守口如瓶。叶晨没想到贺远江想征求的竟然是这件事，听他如此说，心里对他的人格又多了一分肯定。许多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即便是枕边人也会有所隐藏和欺瞒，但看得出贺远江本意不希望与韩美琴存在刻意的隐瞒，对他是绝对的尊重。而贺远江来征求自己的意见，并且愿意以自己的意见为准则，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自己的身份固然敏感，但时至今日，知道自己身份的人已经有很多了，只不过知道的人都可靠或者可控。至于韩美琴和保罗，叶晨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下来，对他们母子二人的品行也十分肯定。之前是觉得不必要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现在则觉得也不必在他们面前隐瞒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便大大方方地说道：韩阿姨和保罗都是值得信赖的，不如明晚吃饭的时候，贺叔叔找个机会告诉他们吧。贺远江心下一喜，却还是小心地问叶晨道：你要不要再慎重考虑一下？叶晨摆摆手：不必了，
金陵知道我身份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便是洪武那样的江湖人，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让韩阿姨和保罗知道也未尝不可。其实叶晨还有自己的打算，将来要挖贺远江与安家合作的话，就不应该让贺远江对他的老婆有所隐瞒，否则他也要像自己一样，总是要频繁切换2种身份。自己这么长时间的亲身体验，这种感觉其实并不好。况且叶晨打的可不是贺远江一个人的主意，而是他未来一家4口的主意。他希望能够把韩美琴和保罗都拉到自己以及安家的阵营，毕竟韩美琴自身也是一个企业家，与王夫一起打造出了一个法律行业的巨头。无论是法律这个专业领域，还是创业管理这2个大层面的能力，都是万里挑一的。而保罗现在年纪轻轻就继承家族事业的衣钵，将事务所经营的蒸蒸日上，也确实令人刮目相看。这样的人才对安家来说也非常有价值。既然要对他们坦白自己的身份，那以后这一家4口就可以毫无间隙、毫无隐瞒地与自己以及安家合作了。